Hello， 大家好。大家建议我们用卷尺来丈量一下这块倒塌的地方到底它的面积有多少。今天咱们就来试一下。先测量一下它的长度是多少。这里就已经是5米了。对，这里是5米。多少？这是1.8米。这个垮的长度的话，就将近7米长。我们现在来测量一下宽度。在这些位置，2米吧。宽度有2米啊。对，差不多。我们再从这里来测量一下那个泥土的厚度，因为我们之前也是猜测它有5米。我们现在来正式测量一下。然后呢，就有人建议说，我们把下面的房子也一起给它买下来，买下来了之后就好处理那个位置了，不管怎么样处理都可以。这个房子谁买得起呀？况且它要8万，大家都知道的。它这个房子值多少，大家心里都应该清楚，我们也应该清楚。而且我们自己的房子现在都还是那个样子，又买一栋这种烂房子来，我们买的那个能住都还6万块钱，这下面根本就不能住了。还有朋友说，这下面的房主应该叫我和安逸赔钱，因为我们上面的那个院子塌下来，把这个房子给它弄破了。这不关我们的事情啊，它倒塌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买呢，为什么要叫我们来赔钱呢？我就有一点不太清楚。所以这是倒塌，这是我们买之前它倒塌的。而且这个坎下坎是他们的，上坎是我们的。一般这个坎的划分就是这样，下坎属于下面，上坎属于上面的人家户。这里他也说不清楚要怎么处理，然后我们呢也搞不懂要怎么处理，就这样双方僵持不下。这里倒塌的高度有3米。3米啊，就是这个泥土的厚度有3米，而且还是外围，对不对？对，只是接近这里的地方。这里是有多宽？这里是3.1米。3.1米啊！还只是到屋檐这里，要到墙那块的话还更远一些，到3.5米、3.7米的样子。测量一下它的高度。4米了。这里的高度是4米啊。看4米，还是只是到这儿呢，要到底部的话更远，5、6米了。上次我们清理这里的时候，大家说我们把树根也砍掉了，根本就没有啊！大家看这个树根是在这里的，我们只是把上面的草给它清了。到春天的时候，这个树根它又会继续发芽的。有时候大家说的话其实挺有道理的，这个东西垮掉的话，给人家他弄倒的，我们赔付不起。还有一个，这个宝坎是属于上下2家共同拥有的，光是我们一家在这着急其实没啥用，因为下面这个大叔他也不找我们商量，一起来给他修好，光是说让我们一家人给他弄好，哎呀，但是花费是个问题吧，运输这些东西的话也是个问题，他又不让我们堆放在他这个院子里面，是不是？我们这往上拉的话非常麻烦耶，材料进场也是一个麻烦事情。对，大家说的一个挖掘机的问题，挖掘机它的臂展是很长的，它那个挖掘机万一碰到他们的房子了怎么办？如果我们私自来修缮这里的宝坎，请挖掘机来把他们的房子瓦片碰倒1片或者是2片，柱子碰倒1根或者是2根，它马上就上来了。这些都是碰掉1根2根都是需要巨大的赔付的。对，我相信大家心里也应该清楚。对，大家心里都有底，这些我们不用多说。还有一个挖掘机，挖掘机到这个地方，大家看这种泥土，对不对？这种很疏松的这种泥土层，那个挖掘机有多重不用多说，它这些压的话还要震动，对不对？
到时候这些垮掉了，再次坍塌怎么办？关键是那个叔叔他也不上来清理这些泥，然后我们找他商量呢，他就叫我们自己处理。他说他不管，他说我们要去保坎的话，就把这些泥给清上去，反正不能堆在他的地上，也不能堆在他的地方，也不能损坏他的房子一分一毫。这让我们怎么去施工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我们也只能这样，就这样。他这个房子本来就已经岌岌可危了，大家看。然后我们再火上浇油一把，直接塌了。如果真像大家所说，我们为了修建这个宝坎，把这栋房子花8万块钱给它买下来，试问这天底下谁会做这样的事情呢？而且它的价值远没有那么高，对不对？远不止8万块。不过话说回来，他们这个房子垮掉的速度还是挺快的。对，我记得我们买这个房子之前，在这周边转了一下，就发现它这上面的瓦片，包括这些板子啊、什么柱子啊，都还比较完好。这个没有人来修理打散，你看才多久，这个房子都已经成这个样子了。我们今天就把测量的这些数据保存好，给它记录好。这里这些树还有那些草就是我们种的，其他的这些泥我们一点都不敢铲。大家说我们可以一天铲一点，一天铲一点给它铲出去，根本就不敢铲，不敢来清理这些土。这些杂草是真的看不下去了，然后这里太杂乱了，我们把它清理开的，清理开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而且当时我们叫他来划分边界的时候，他说我们这个院子的边界是从这里，就只是从这里。如果要打桩或者是砌宝坎的话，必须要把这个泥挖到底，挖到底了，这个外面的边缘就是这里，从这里给它砌上去，砌到上面。大家肯定觉得砌宝坎肯定是从这里开始砌，对不对？一直砌上去和那边平行，对不对？根本就不可能。因为他说这个边界就是从那边那一棵树渡过来，这样的话，其实宝坎它如果是从这里砌着上去的话就没有多高，因为他说了，从这个地方就是从这里垂直砌上去，所以说我们不可能为了砌这一个宝坎，然后再花钱去买这个房子。本来我们自己房子的修缮资金都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都是靠我们自己双手用最省钱的方式去维修我们的房子，这个根本就不可能花8万块钱去买一栋烂房子，不能居住，即将面临倒塌。以后我们也会尽量少到这里来走动，因为这个上面的瓦片随时都在掉落，而且也不清楚以后这里会不会滑坡，所以我们还是就在上面活动，尽量避免在下面这个地方来转悠。